我希望每个参与进来的人，他在参与和传播的过程中，在北京寻找自由的同时，都会在脑海里想象和思考到底什么是自由。我叫脚步，我之前做了一个叫在北京寻找自由的艺术项目。我想在地图上标记一个点，带有一个经纬度信息的数字坐标和一个真实的物理空间发生关系。如果我在中国，我能在地图上标记什么？一下让我想到的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些比如说爱国呀、敬业呀、民主啊那些字，我觉得其中自由这两个字它是比较多义的。自由这个词，它如果出现在某种维权人士的标语里，这肯定是某种禁忌，然后这个东西发到微博上会被删。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它又存在着一个官方宣传的自由。在一些广告中，大家是非常喜欢提自由这件事情的，好像自由象征着某种中产阶级的随心所欲。以我在北京生活的经验来看，我是非常不自由的。我会觉得，在这样一个至少我个人认为不自由的城市，如果发现了很多自由这两个字，听起来像某种反讽。我把这个项目发到了豆瓣上，我一共在豆瓣发了3次，然后也被豆瓣删了3次。但是我觉得在豆瓣被删除，所以让这个项目慢慢变成了一个有一点像口口相传性质的都市传说。我觉得删除反而让这个项目它本身变得更完整。最好玩的是有一天我想到了 Tinder 可以将定位漫游到其他的城市，所以我就把自己城市定到北京，然后我邀请一些跟我 match 的对象在北京寻找自由。所以之后有时候我跟我朋友调侃，我说这个项目原来叫在北京寻找自由，现在这个项目可能应该改名叫在 Tinder 寻找自由。我大概收到了100多张照片，有68个不同的地点，从最北边到延庆，南边到大兴，然后甚至已经不是北京了，就是在北京的飞地燕郊。这张照片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街边泼水，然后那个水还没有完全的蒸发。其实你从这张图片里你看不出一个完整的自由，但是你在脑海里你在想象自由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自由，它真的是找到了自由。这张自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就叫波波自由城，但是它这张照片的背景特别有意思。拍摄这个照片的人是胡佳，他说他当年就是因为自由这2个字，所以才选的这个小区。他是一个或多或少在北京遭遇过某种剧烈的不自由的人，他的发生的事情以及他的自己做出的这个选择，让这个事情变成了一个事件，而不再是一张照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所有收到的图片的比例里应该是非常高的。自由这个图像经常配合的是飞翔的鸟。视觉系统的这套建构其实已经打破了不同区的宣传部落实这个自由时候它不同的视觉风格。为什么大家找到的那么多的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当然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本身无处不在这个就有关系，但是是不是也是我们对这个词受到了某种规训？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从17年开始对废墟感兴趣，然后去了国内几十个城市，300-400个、400-500个废墟。废墟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思考边界，思考墙，思考这有一个废墟，它为什么被废弃了？废弃之后它为什么有一个围墙？围墙的作用是保护废墟不被别人进入，还是遮挡住不想让别人看见里面的东西？很多时候一些人面对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我把这个问题遮盖起来，掩盖起来。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面对问题的解决方案经常是盖一个墙。某一种艺术的角度是把一个你想讽刺的逻辑推演到一个荒谬的地步。那既然你喜欢墙，我也为你盖一堵墙嘛。虽然我为这个墙增加了几块砖，实际上的作用那些砖会变成可以受力的点。墙到底是一个阻挡我前进的客观的事物，还是可以在某种语境下变成梯子？我希望这是一个很长期的项目，我希望每个参与进来的人在北京寻找自由的同时，都会在脑海里想象和思考到底什么是自由。我不是很在意我做的东西到底是不是艺术，但是我有一点很乌托邦式的想法，我会觉得如果我做的什么事情能够让社会的机理发生一些哪怕微小的变化，我觉得就够了。